好不容易法国得到的一笔大单，现在却叫美国和英国给搅黄了。你说这个法国现在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可是你说法国他能奈何美国吗？他能惩治美国吗？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曹卫东。我们讲过美国呀，向澳大利亚出售这个核潜艇以后啊，实际上我们还要讲另外一个国家，就是法国。因为法国呀，它是一个就是美澳交易的这个受害者。因为在此之前呢，这个给澳大利亚建造潜艇的这单买卖呢，是法国竞争得来的。因为当时呢，澳大利亚说，我现在这个潜艇啊比较老旧了，要淘汰了，现在需要更新啊我的潜艇。那么当时呢，他就是发出就是招标的时候竞争的时候他是要造常规潜艇的。所以当时你看这个投标的几个国家是谁呢？是日本日本拿出了自己的苍龙级的潜艇，那是世界上最大的常规潜艇3-4千吨而且性能非常好，有 AIP 系统而且澳大利亚也说，日本的这个苍龙级潜艇不错，所以日本当时是信心满满的，以为自己在这个常规潜艇里边是最好的，一定能够把这个订单给拿到手。还有一个是谁呢？是一个老牌的造潜艇的国家，就是德国的，他拿出来的是214潜艇。214潜艇实际上也是非常好的。这个韩国就是通过引进212潜艇、214潜艇，就是德国的这个潜艇的技术呢，建造了自己的这个常规潜艇。所以呢，不但自己建造了使用，而且还准备像比如说印尼这个东南亚的国家还可以进行相关的出口包括新加坡这样的国家，反而还可以就是不但吸收技术，还可以出口那我们看德国的造潜艇的技术也是非常好的。还有就是法国也拿出来自己的鱿鱼级的这种潜艇，同时呢还说自己的这个核潜艇也非常好，可以把这个核潜艇的技术和这个潜艇的技术结合起来然后他说我也可以这个参加竞争，结果呢就是法国竞争赢了。因为什么呢？法国说我把这个我的核潜艇呢就把它缩小，但是不用核动力，我用常规动力，然后呢我把这个潜艇的一部分在法国建造，还有一部分呢在澳大利亚建造，我把这个技术呢可以卖给你，这样的话将来你自己造就可以了。所以呢这个法国是打败了日本和德国，然后呢成为这桩买卖的这个获胜者。所以呢法国是满心欢喜的拿到了100亿元的这个大单这个美元的大单，然后非常高兴，就开始准备给澳大利亚建造这个潜艇了。那没成想呢，正在他兴高采烈的为这个澳大利亚建造潜艇的时候呢，美国和英国插了一杠子，就是把他的这个合同给抢走了。这个合同之所以抢走，我们知道，你如果上100亿的一个大单跟人家签订了之后，你随随便便就撕毁这样一个合约，是要交很重的罚款的呀。但是告诉大家，这个罚款是由美国出，为什么呢？因为美国知道，他如果能够从法国把这款大单给抢到以后表面看好像要交罚款吗？那实际上那肯定是澳大利亚要交对吧？但是美国可以把他这笔钱交给法国就是好像我赔了你钱了。那赔了一大笔钱，自己再给这个澳大利亚建造核潜艇，那这个成本不就更高了吗？不用担心，因为这个核潜艇造好以后，它起码要服役30年。你想想，这个核潜艇的核动力它是核反应堆，澳大利亚造得了吗？造不了。可是你这个反应堆要不要更换燃料肯定要更换燃料离得开美国吗？对吧？离不开。别人换料5000万，你换料1个亿，你换不换？你不换料，这潜艇就瘫这儿了，没法走了，对吧？核潜艇是干什么？打仗用的。美国说了，我可以搭载这个巡航导弹，我可以搭载重型鱼雷，你澳大利亚造得了吗？对吧？造不了吧？那你得买我的巡航导弹吧，你得买我的这个鱼雷吧。所以美国在未来的时候一定能够把这笔钱给赚回来。所以我们就看到美国在争这个军火大单的时候，不
不要说他的对手，连他的盟友也是一块坑的。所以法国是气儿不打一处来啊，因为法国在此之前和俄罗斯是签订了，就是出售3艘西北风2栖攻击舰的。当时美国说你不能卖给这个俄罗斯，西北风级的攻击舰，因为俄罗斯是我们北约的敌人，那你怎么能给敌人造武器呢？所以法国只好自己吞下这个苦果向俄罗斯交罚款，就是说我这合同撕了，不干了，那交罚款吧。俄罗斯是没有拿到这个西北风2栖攻击舰，法国的大买卖也叫美国给搅黄了。而现在在北约内部，在他的军事集团内部好不容易法国得到的一笔大单，现在却叫美国和英国给搅黄了。你说这个法国现在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可是你说法国他能奈何美国吗？他能惩治美国吗？他无非就是把大使给招回来，两国的关系冷却一下，那他也就能做这些了吧？他在北约内部，他也不是一个主导北约的这个军事这个集团的一个盟主，美国才是所以我们看法国只能在这笔买卖中吃一个哑巴亏。但是呢，我觉得就是通过这样美国的处事，也可以让北约的其他国家对美国的为人处事或者说美国的这种在世界就是这种博弈中，或者是在处理国与国的关系中的嘴脸看得更加的深入，看得更加的清晰。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感谢大家关注本栏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